勇和小八内这对冤家竟然有着相同的性格。你知道《鬼灭之刃》9柱的 MBTI 人格分别是什么吗？一、富冈义勇 ISTJ 又称蓝老头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冷静又务实，同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所以他们在其他人眼里会显得冷漠难以接近，也是所有人格里原基感最重的。身为 I 人的义勇非常重视自己的独处空间，看似不好相处，但其实内心非常细腻且十分富有责任感。他虽然不会大方的表达感情，但会在炭治郎昏迷的时候把自己的羽织给对方当枕头，会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拉起摔倒的蜜梨，情绪稳定又踏实靠谱。这样的蓝老头义勇怎么会没人喜欢呢？二、炼狱杏寿郎 ENFJ 又称宝剑哥，最大的特点就是热情又开朗，同理心极强。他们乐于助人，但总是会对他人付出太多，从而牺牲自己的感受。大哥的热情不必多说，那火热的造型和爽朗的笑容都溢出屏幕了。守护与奉献是大哥高尚人格的底色。他手持宝剑，守住了炼狱家族和身为岩柱的骄傲，守住了弟弟心中的善良，守住了列车上200位平民的生命，也守住了鬼杀队的未来。但他自己却因此付出了生命，就像那黑暗中的烛火一般，燃烧了自己，点亮了他人。三、悲鸣与行名 ISTP 又称钻头哥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可靠又稳重。因为不会轻易信任他人，所以习惯独自升级的他们自主能力很强，同时非常重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和义勇一样，岩柱大哥也是属于不善与人相处的类型。曾经在寺庙的那段痛苦经历，让他对陌生人，尤其是小孩充满戒备。作为鬼杀队的老大哥，实力强大的他受人尊敬，却很少有人能与他亲近。四、甘露寺蜜梨 ESFJ 又称蓝妈妈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亲和又体贴，妈感十足的他们总是充满活力，并且会经常关注他人的需求和感受，并给予温暖关怀。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付出得到肯定。蜜梨在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庭里长大，这也造就了她外向又温柔的性格。在鬼杀队里，她总是会关照那些比她年纪小的后辈，所以她是9柱里最受队员欢迎的人。她的关心总能给人带来希望。曾经被伤害过的小八内就被她的温暖关怀给治愈了。五、一黑小八内 ISTJ， 没想到吧？小八内和义勇一样是冷静又务实的蓝老头。其实仔细分析一下，就能发现他们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。首先，他们都曾经被过去一些不美好的经历所折磨。义勇的痛苦回忆是好友枪兔为救自己而牺牲的那段经历，而小八内的痛苦回忆可是他充满恶意和伤害的童年，脸上的伤刺激了他一辈子。其次，他们都曾被一个像太阳一般温暖的人所拯救。拯救义勇的是炭治郎，而拯救小八内的则是蜜梨。他们的关心给两人黑暗的人生带来了希望的光芒，是彼此的救赎。六、雨水天元 ESTP 又称墨镜哥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又有活力。他们在别人面前总是充满活力，享受成为全场焦点的感觉，也是典型的自来熟。你就看这个骚气的小黄人形象，简直就是天人本源，好吧？华丽的英柱是一个妥妥的表演型人格，从忍者家族压抑的成长环境下逃离出来后，他变得高调开朗，似乎是一种对之前生活的反抗。虽然他平时我行我素，但在关键的时候会变得冷静且靠谱。进蝴蝶忍 INTJ 又称紫老头，最大的特点是独立和坚定。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至暗时刻，正是这些经历造成了他们不依赖他人、独立自主的坚强性格。很明显，小忍现在的性格和姐姐的去世有很大原因。曾经的他直来直去，性格刚烈，可在失去姐姐后，他没有了可以依赖的人，从此他藏起了愤怒和幼稚，开始学着姐姐的样子，变得独立且坚强。八、不死川实名 ESTJ 又称池子姐，最大的特点是坚毅和果断，具体表现为性格好但是脾气差，因为他们做事总是雷厉风行且非常在意结果，所以有时会显得有些急躁，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为了达成结果而选择不恰当的方式。从峰哥对待弟弟的态度就能看出一些属于池子姐的特点，他会为了弟弟的安全而固执的希望对方远离自己，但却忽视了弟弟的感受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甚至会选择打废弟弟的方式，但他对弟弟的爱毋庸置疑。九、石头无一郎 INFP 又称小蝴蝶，最大的特点是安静和敏感，他们往往内心戏十足，简单来说就是想得很多，好奇心重。失忆前的无一郎就是典型的小蝴蝶，在主公讲话的时候他会被云朵吸引注意力，在小铁遇难的时候没有选择下意识的行动，而是在想要不要救，内心戏很多。炭治郎的一句话能让无一郎思考很久，这份敏感对应的正是他心底里埋藏很深的同理心，他不是那个没有感情的霞柱，而是一个内心敏感却不善表达的孩子。